19年10月，我们希腊自由行12天，12天的行程，我们去了比雷埃夫斯、米科诺斯岛、圣托里尼岛、雅典、温泉关遗址、梅特奥拉、科林斯运河、奥林匹亚和麦西尼遗址。希腊风光旖旎，历史悠久，无论是游山玩水、观光休闲，还是巡游访古、凭吊感怀，都是绝佳的去处。从希腊回来不久，疫情爆发，闲暇时回顾那段旅程，给这段难熬的灰色岁月多少添了一抹色彩。近来学着做了这几集视频，和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的经历心得，更有那些快乐时光。盼望不用太久，当可以再次自由行走的时候，我们会相遇在那个美丽浪漫的地方。我们的第一站是离雅典不远的比雷埃夫斯，这里有希腊最大的港口，乘船去海岛基本上都会在这里上船。计划在此停留一晚，转天一早登船去米科诺斯岛。飞往希腊大多要在欧洲一些较大的机场转机，再到希腊的雅典。飞了10几个小时，10月1日一早，当地时间8点钟，我们到了德国法兰克福。去雅典的飞机午后1点半起飞，中间有5个多小时可以在机场休息补充能量。但过分依赖过往经验的时候，往往就会出错。在法兰克福下飞机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当时脑子里一直想的是转机不用进海关。下了飞机，跟着人流往外走，走着走着竟然来到了海关，瞬间糊涂了，怎么还要进关？还好没耽误太久，自己想通了。原来目的地虽然是希腊，但德国是我们进入欧盟申根区的第一个国家。进入申根区第一个国家要进海关，护照上这时候会盖上进关的章。离开申根区最后一个国家要出海关，护照盖出关的章。这之间在欧盟申根区各个国家旅行等同国内旅行，无需再进出海关。过了海关又犯了个糊涂，没注意标志，跟着人群稀里糊涂又回到安检，进了候机厅。机场里的区域大致分成空侧和陆侧。陆侧在安检之前，一般讲商店和餐饮等服务比较多。候机厅在空侧，空侧服务相对少一些。法兰克福机场的候机厅虽然很大，但几乎没有什么餐饮服务。自动咖啡机倒是不少，到处可见，2欧元一小杯。候机时，登机口多次变更，几小时后终于登上转乘飞机。从法兰克福到雅典，飞行时间大约3小时。透过机窗看见飞机穿行在白云之间，向下望去，蔚蓝的大海，金色的阳光，波光粼粼的海面镶嵌着一座座海岛。到了雅典，下面是绵绵山丘，低矮的树木稀疏地覆盖在起伏的大地上，不由得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书，书中描述希腊时，在裸露的山坡上没有参天大树，只有低矮茂密的橄榄树林，小动物们像精灵一般在林中和诸神一起跳跃歌唱。还沉浸在遐想中，飞机落地雅典机场。在雅典机场无需通关，取了行李很快出了机场。比雷埃夫斯位于雅典市郊，与雅典国际机场直线距离大约26公里，距雅典市中心大约8公里。从雅典机场到比雷埃夫斯可以乘坐地铁，但需要在雅典市中心换车。我们选择了机场大巴，从机场直达比雷埃夫斯。
当然还有出租、接站等其他交通方式。临行前在网上订的旅馆，下了大巴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。从旅馆到渡轮码头步行要10分钟，步行距离码头10分钟左右的范围之内有不少这样的旅馆。住在这里，早晨步行就可以到码头，不用担心当地交通状况。奔波了1天1夜，到达旅馆还以为一切顺利时，为我们办理入住的前台告诉我们，渡轮工人明天可能罢工。罢工意味着我们会被困在这里，也会打乱所有后续行程，一直折腾到半夜也没得到个准信儿。唯一的一根稻草是，我们的那趟早班船听说可能不受罢工影响。凌晨2点起来看新闻，果然是坏消息，全雅典的公交、地铁、渡轮等凌晨已经开始罢工。不过也有好消息，这次罢工不包括航空公司和出租车。当即决定一早还是去码头，万一早班船无法成行，马上改乘飞机，这样当天还能赶到米克诺斯岛，只损失岛上半天时间，对后续行程不会造成影响。天刚蒙蒙亮，来到前台，告诉我们现在赶往码头，如果过了7点钟还不回来，那就是已经上船了，就请他们帮忙把退房手续给办了。到了码头，只见港里一艘艘渡轮鳞次栉比，灯火通明。我们那班船大门敞开，门前已经围着一大群旅客。到渡轮公司服务窗口询问，双方再坚持一会儿，工会能否最终会让步，允许我们上船？回答很肯定，不可能。这只靴子总算落地了，马上赶回旅馆买机票。就这一会儿，白天的机票已经售罄，只剩下当晚9点最后一班，票价比早前看的涨了1倍。订好机票后，又请旅馆前台帮着订了去机场的出租车，又跟岛上的旅馆联系了夜里接机，一切安排妥当，顿时感觉一身轻松，一夜无眠，这时才感觉疲乏不堪。回到房间，踏踏实实补了一觉，起来退房。看看时间，离出租车接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，出去看看街景，顺便买张手机卡，能随时上网还是非常重要的。离旅馆不远，有个地方叫帕萨利马尼。古希腊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雅典城邦的海军港口。从旅馆沿大街一路向下走，几分钟的路程。比利埃夫斯是个历史悠久、有故事的地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战略位置还有长城。对，没错，长城。今天这里有希腊最大的港口，位居世界10大货运港之一。这里还是欧洲最大的客运港。其实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这里就是雅典城邦重要的港口和舰队基地。可以说，比利埃夫斯一直都是希腊通向大海的门户。古时候并没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，在这片土地上有大大小小几百个城邦，他们圈地围墙，自立为王。这些城邦虽然各自独立，可是同文同种，同样的语言，同样的文化，在一样的神庙里供奉着一样的神灵，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。当时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是雅典和斯巴达。这里土地贫瘠，资源匮乏，城邦之间经常互相征战，抢掠财富。当有外敌入侵时，他们又能站起前线，结盟抗敌。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，在今天伊朗那个地方崛起了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3大洲的超级大国——波斯帝国。波斯人觊觎地中海及希腊地区已久，从公元前499年到公元前449年的半个世纪里，与希腊城邦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，史称波西战争。在第2次波西战争中，波斯人兵临雅典城下，
危急时刻，雅典主帅蒂米斯托克利主动放弃了雅典城，举国撤到了海上。虽然城池被波斯人焚毁，但这招空城计被雅典保住了一片青山，免于灭国之灾。蒂米斯托克利认为，大海才是雅典的屏障，只有通向大海，才能发挥雅典的海上优势，保护雅典，战胜强敌。波西战争，希腊盟军最终获胜。战争刚刚结束，蒂米斯托克利就开工重建雅典，其中重要的工程之一就是将雅典和比莱厄夫斯连成一体，在两城之间修一条长8公里、宽180米的大道，大道两侧各建6米高的城墙加以保护。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雅典比利埃夫斯长城。修建长城遭到了斯巴达及其盟友的强烈反对。蒂米斯托克利利用他在波西战争中获得的威望，瞒天过海突击建成长城。木已成舟，斯巴达人只好作罢，但对雅典由此心生芥蒂。后来果然爆发了主要对手就是斯巴达和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。这场战争旷日持久，打了快30年。雅典人依托海上，坚守城池，斯巴达人始终奈何不得。最后还是斯巴达人改变战略，大力发展海军力量，切断雅典的海上补给，终于在公元前404年迫使雅典投降。作为受降条件之一，就是拆毁长城。虽然后来雅典长城又有重建，但几经战火，岁月沧桑，终于在罗马人征服雅典后，长城被彻底拆除。今天只有少许遗址尚存，依稀可见。说话间，我们已经到了帕萨利马尼海湾。想当年，这里想必一定是竹庐千里，旌旗蔽日。现如今几千年岁月，早已将以往淹没。望过去，海面上舟船穿梭，繁忙依旧，往来的却是各色客轮和匆匆游人。海湾里依然蔷薇披连，白帆如云，停泊的都是大小游艇和荡漾小舟。走过来，海湾岸边一排排遮阳伞，一排排桌椅，这里早已成为人们和游客休闲纳凉的去处。虽然已是10月，地中海上空依然烈日当头，骄阳似火。我们拣一家饭店，在凉棚下落座，一杯冰镇啤酒下肚，顿时神清气爽。要了一份 gyro， 量还真大。在希腊gyro 是最常见的快餐，经济实惠，快速方便，到处可见，而且走着吃，坐着吃，随你。以前只在商店里买过橄榄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长在树上的橄榄。下午出租车准时到旅馆接我们去机场，等待我们的是这次希腊行的第2站迷宫小岛米克诺斯，到时和朋友们继续分享。